今日呢，我哋會開始一個新嘅系列，將會介紹意大利嘅佛羅倫斯。因為去嘅地方都比較多啦，我會將佛羅倫斯嘅內容分開4集同大家分享嘅。喺第一集嘅內容，我哋首先會去聖十字殿同埋佛羅倫斯嘅皮具學校，跟住會去睇下著名嘅佛羅倫斯小金豬，然後我哋會去中央市場，去睇下當地有特色嘅食店同埋小食，跟住我哋會經過共和市場，睇下佢周邊嘅攤檔同埋商店，跟住我哋去喺亞洛河上面嘅維基奧橋，亦即係舊橋。最後我哋會到一間有幾百年歷史嘅藥妝店，就係聖瑪利亞維洛拉修道院藥房。咁我哋開始啦。我哋第一站就係聖十字殿。聖十字殿係一座建於13世紀嘅哥德式教堂。呢度亦都算得上係佛羅倫斯嘅英靈殿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度安放咗好多佛羅倫斯嘅著名嘅名人嘅墓地呢，或者佢哋嘅紀念碑，包括咗著名嘅詩人寫咗神曲嘅但丁，亦有天文學家伽利略嘅墳墓啊。更出名嘅就係米高安哲羅嘅墓地，亦都係呢間教堂裏邊。亦有一個紀念碑係紀念好出名嘅白衣天使南丁格爾。不過旅程當日呢，教堂呢就冇對外開放。我諗可能有特別嘅宗教儀式喺度進行緊啦，所以就冇辦法入去裏邊參觀啦。所以呢，我哋就到咗同呢個教堂相連嘅皮具學校。呢間學校設立嘅目的，最初係為咗教導一啲2次大戰之後嘅孤兒，令到佢哋有一技傍身。咁為咗呢個目標呢，佢就喺聖十字教堂隔離開始呢間學校。到1950年，因為佢哋嘅手工同埋品質越嚟越好啦，所以佢哋開始對外售賣佢哋產品。因為呢個地點好近亞洛河，而做皮具係需要大量嘅水源，佢哋嘅產品都好受歡迎，甚至好多名人都喺度購買或者喺度訂製佢哋嘅產品。例如艾松胡威爾嘅鍍金寫字台就係出自皮具學校。呢個皮具學校係有幾個特色值得嚟參觀嘅。意大利嘅皮具係舉世聞名嘅。嚟到佛羅倫斯嘅皮具學校，咁大家可以親眼見到啲皮具製品嘅生產過程，亦都可以欣賞到全人手製作嘅工匠手藝。呢度賣嘅產品呢，款式繁多，唔似喺市場上見到嗰啲呢千篇一律，大家差唔多款嘅。咁你甚至可以睇到一啲類似優質產品嘅皮具，例如 Louis Vuitton 或者係 Bottega Veneta 類似嘅皮配件。原因就係好多意大利頂級嘅熟手工匠其實都喺度培訓。呢度亦都接受訂製個人化設計嘅產品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每個人都可以到呢度親自體驗製作皮具嘅過程。一嚟到呢，就聞到一陣好香好強嘅皮具味。呢度啲產品呢，品質都唔錯，亦都有好多唔同產品選擇。你見到一啲由鎖匙扣啦、書籤啦、一啲手環啦、到一啲手袋啦，甚至大型到一啲皮褸啦，都有喺度俾人選擇嘅。而且咧喺度購買產品咧，佢都免費幫你做一啲簡單嘅改動啦，例如幫你將你嘅名嘅字母印上去啲皮具上邊啦。或者做一啲簡單嘅尺寸改動啦，例如幫你收短皮帶啦。呢度啲手袋咧同埋啲皮衣咧，應該都係裏邊啲學生做嘅。
旁邊呢亦都有啲説明係講呢啲設計理念啦，同埋邊啲人去做嘅。可惜呢，全部意大利文嚟嘅，咁我就睇唔明白啦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每個人都可以喺度親自體驗製作皮具嘅過程。呢度有提供由半小時到1天，或者係3個月至6個月嘅課程。最簡單嘅課程就係用3個鐘頭製作一個專屬每個人嘅 notebook computer 嘅皮套。由呢度睇到啦，就有啲學生喺度上緊堂，學習緊點樣做皮具啦。咁雖然話呢度係開放參觀啫，但係因為唔想打擾到啲學生上堂呢，咁我哋好快行過就算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就會見到大名鼎鼎嘅金珠噴泉。咁其實呢隻金珠呢就唔係好大隻嘅，之所以咁出名呢，就係因為呢傳聞呢，如果你喺個噴泉度掟個銀仔落個泉眼呢，亦都摸個珠鼻呢，咁你一定有機會再返嚟意大利嘅。呢隻金珠真係好出名㗎，咁甚至乎連烏菲茲博物館裏邊都有一隻呢隻金珠嘅複製品。咁我哋路經咗呢個共和廣場啦，咁可以睇到呢個廣場好容易認得出嘅特色啦，就係佢嘅凱旋門啦，同埋喺廣場中間嘅旋轉木馬。不過嗰日天氣關係呢，咁廣場上邊都唔算熱鬧。不過呢，旁邊亦都唔少攤檔賣緊源自佛羅倫斯嘅小木偶。冇錯，木偶奇遇記發源嘅地方就係佛羅倫斯。咁呢度好多啲小販攤檔都係用呢個木偶嚟做生招牌嘅。另外，我哋亦經過一間佛羅倫斯著名嘅店鋪，就係潘立海 Pearline。呢個品牌喺1860年喺佛羅倫斯開設咗第一間嘅機械錶工作坊，而喺1920年佢就喺百花大教堂嘅對面呢個位置開設咗而家我哋見到嘅店鋪。佢嘅店名雖然係瑞士鐘錶店，但係其實佢係代表咗佛羅倫斯1個幾世紀以嚟嘅高品質機械錶製作同埋設計。咁中央市場呢，就喺皮具市場附近。咁我哋行過咗皮具市場啲攤檔之後呢，就會見到中央市場嘅門口啦。咁喺中央市場嘅樓呢，同一啲普通嘅市場啦或者街市呢都差唔多嘅，主要係一啲販賣雜貨啦、一啲食物啦，仲有一啲食物嘅攤檔嘅。不過我哋今日嚟到呢，最主要呢，我哋係會上2樓嘅。中央市場嘅2樓呢，係全部一啲食店呢，就賣食物嘅。咁亦都佢有啲common area 咧，俾客人呢坐低可以食嗰啲食物啊，同埋飲品嘅，類似一個 food court 咁嘅形式嘅。我去拍攝當日呢，係下晝1點幾嚟嘅，咁所以呢個時候你會發覺好熱鬧嘅，咁其中有好多都係遊客嚟嘅。我喺2樓行咗個圈之後呢，就睇咗好多唔同嘅食店，咁最後呢，決定咗呢，今日會食個當地嘅傳統嘅食物，就係呢一間。咁我哋準備會食牛肚包。咁睇落個餐牌嗰度呢，其實呢就眼花繚亂，真係唔知要點啲咩食。咁但係呢，點解會揀呢間店呢？就因為呢啲味呢真係非常香嘅。所謂牛肚包呢，其實呢就係食牛嘅第4個胃。咁同我哋香港呢食嘅牛肚差唔多，
係有少少分別。因為睇完個餐牌之後呢，太多選擇啦，最終都決定唔到要食啲乜嘢，所以呢，我哋會點傳統嘅口味。其實呢，傳統嘅口味呢係會加青醬啦，同埋茄汁。咁喺個牛肚上面呢，除咗呢啲醬汁之外呢，仲會加埋湯嘅一齊食㗎。咁你而家見到師傅已經準備緊我哋個牛肚包啦，同埋呢，你發覺呢，佢係非常熟手嘅。切啲牛肚咧係非常快就已經切完啦。我哋食完之後發覺咧，呢個牛肚咧係煮得好腍嘅，咁一啲都唔痕，非常香，非常入味，甚至嗰啲湯咧都有一啲似係清湯腩嘅牛骨湯嘅味道。如果你唔介意食牛，甚至喜歡食牛嘅話咧，咁就應該點一個嚟試下，味道相當唔錯。你睇下，個師傅3排2盤就切完牛肚，同埋將啲醬汁加晒上去。我哋而家行上去維奇歐橋，亦稱為佛羅倫斯嘅舊橋。佢係佛羅倫斯最古老嘅一座橋，喺羅馬帝國時期已經存在。喺2次大戰期間，所有佛羅倫斯橋都被炸毀，唯有呢條維奇歐橋保存落嚟，所以佢亦都有舊橋嘅稱號。由我哋觀察所得呢，而家橋上邊大部分嘅店鋪咧都係售賣呢啲金飾啦或者珠寶嘅。不過呢條橋直至15世紀，橋上邊大部分嘅店鋪都係賣鮮肉嘅。而麥迪奇家族嘅人經常通過呢條橋往返舊宮同埋比提宮，為咗提升呢條橋嘅環境同埋周圍嘅質素，麥迪奇家族喺1593年落咗命令，禁止喺呢條橋上邊販賣任何肉類。而原先呢啲商店咧，逐漸俾一啲賣金飾同埋珠寶嘅商店取替，咁形成我哋今日見到嘅環境。咁我哋可以喺橋上邊欣賞一下亞洛河兩岸嘅景色。呢個係切尼尼嘅半身紀念像。切尼尼係喺文藝復興時期著名嘅佛羅倫斯藝術家之一。佢非常多才多藝，佢係一個畫家、雕刻家、詩人，亦都係一個非常優秀嘅打金師傅。一個著名嘅雕刻作品就係帕爾修斯與美杜莎頭顱。我哋換另一個角度欣賞下呢個維奇歐橋。行過咗道橋之後，我亦都買咗一啲認為喺佛羅倫斯唔錯嘅紀念品，就係一啲真皮嘅手套。我哋到咗最古老嘅藥妝店之一，
聖瑪利亞諾維拉修道院藥房。佢係最古老嘅藥妝店，因為佢喺公元1200年前已經開始研究同埋製作草藥，咁直至到公元1600年先開始公開發售。佢嘅品牌嘅標誌靈感係來自意大利佛羅倫斯麥迪奇家族嘅徽號，頂部嘅皇冠呢，就係代表咗呢個品牌係皇室御用。聖母瑪利亞教堂原本係意大利佛羅倫斯第一座宗座教堂。喺1221年呢，呢度嘅修士呢就建立咗呢個新聖母修道院。咁喺園裏邊呢，呢啲修士呢就種植咗一啲有治療功效嘅草藥。佢哋利用咗呢啲藥草呢，製成咗一啲香膏呢，或者乳霜類嘅天然藥品，就提供一啲有需要幫助嘅人，或者喺宗教儀式裏邊使用，咁成為世界上最古老嘅藥房。而我哋而家行緊呢個藥店嘅地點呢，就係聖瑪利諾維拉修道院。而我哋畫面上見到呢，就係呢個藥店裏邊設置嘅博物館。而呢個博物館呢，就展示咗好多古法製造藥品嘅過程同埋程序，亦都有好多呢啲古法草藥嘅藥方。咁呢個藥房最著名嘅事蹟就係喺1533年，佛羅倫斯嘅麥地奇家族領主嘅女 Catherine 要嫁到去法國，嫁俾法國國王亨利二世，掀起咗香水喺法國流行嘅風潮。咁後人亦都稱呢隻香水為皇后之水。而佢嘅御用調香師修道院嘅修士，亦都隨之嚟到法國，亦喺巴黎開設咗香水店。而 SMN 仍然用當日聖瑪利亞祈禱教堂作為而家藥房嘅銷售主店，售賣佢哋天然成分嘅香水同埋護膚品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著名嘅皇后之水。跟住我會見到呢，係佢哋喺88年製造香水歷史嘅第一次製造嘅淡香精Iris， 係佢哋全新嘅旗艦作品。好多謝大家睇完今日我分享嘅影片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請讚好影片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亦請你喺我影片下留言，分享我嘅影片俾你嘅朋友。多謝晒，拜拜。